接下来我们看的是程式设计3大基本结构的重复处理。那重复处理基本上它就是会一组程式的指令，会依照我们的特定条件多次的被重复的执行。那它允许程式在一定的条件下反复的执行相同或类似的操作。那重复处理的生活案例啊，基本上我们也常看到哈。第一个是，比如说我今天要运动，那我操场可能设定跑10圈，那或者是刚前面所讲到的，今天因为偷懒，所以呢被老师作业罚写10遍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就是要做一直重复的事情？操场跑10圈，或者是作业写10圈。那用在电脑的一个例子上面的话，比如说我们今天是要计算100位 BMI 的同学的值跟他的 BMI 体位，那我们是要重复算100次，或者是一位一位的算也可以。那我们用重复的处理，可以设定一个条件之后，让它跑100次，反而就会变得比较容易来进行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哦，重复处理有时候也会被称为所谓的 loop 回圈。那我们可以将相同的循序处理的流程以回圈来处理。比如说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前面提到的，今天我要运动，我操场设定的是要跑10圈，所以呢，我反复的跑操场10圈。那我们可以来计时，如果以前面所讲的循序处理，操场跑第1圈，操场跑第2圈，操场跑第3圈，一直跑操场跑10圈，所以可以看哦，循序处理它会把循序执行10次的跑操场这样的一个动作。那我们可以用所谓的重复回圈，用比较简单的一个结构形式的程式码来表示。那程式码我们之后会看到哦。所以呢，对于重复的事情，我们可以用重复的处理回圈来处理它。那通常我们在设计回圈的时候啊，会有几种的状况哈。第一种，回圈的处理会有所谓的计时条件，或者是所谓的终止条件这2种。那我们回圈通常会有3种的表示哈，一种是for 回圈，一种是while回圈，一种是 do while 回圈。那for 回圈跟while回圈，它们2个都是至少执行回圈处理0次以上，意就是说回圈可能不会执行到0次、1次、2次。那 for 跟while的差别在哪里？ for 回圈通常都是有计次的终止条件，比如说我们刚刚所讲的操场跑10圈，我设定的目标就是操场要跑10圈。所以它有明确的次数。那另外一个，操场跑到今天跑到累就不再跑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的终止条件是什么？跑到累。所以呢，它无特定次数的终止条件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要使用回圈的话，而且是有执行0次以上的，那我们就可能选择for回圈或while回圈，依照你的条件来做一个设计。那基本上for回圈啊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也可以用while回圈来表示它，因为它们都是可以用相同的程式处理流程来把它表示的。那第3种的话，我们比较少用到一种是 do while 的回圈。那 do 就代表做的意思嘛，所以呢，可以从它的字面意思上来看，它至少会执行回圈1次以上，但是呢，它一样是无特定次数的终止条件。所以呢，我们的回圈基本上有这2种，但是有3种的表示。那用哪一种？基本上就是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，依照我们的条件来进行设定就可以了。好，那通常我们刚刚已经讲了程式设计的3大基本结构嘛，但是呢，循序、选择跟重复，我们可以用一种方式来表达它的一个处理过程，就是所谓的流程图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用所谓的方块来代表程式执行的一个过程，每一个方块代表一个指令或者是一个步骤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从刚刚前面的去去卖场，去我们的超商或者是大卖场买我们的生活必需品。所以呢，它的循序处理流程就会第一个买完泡面之后，再买洋芋片，再买汽水。所以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循序的过程，步骤1、步骤2、步骤3，它是有顺序的。那只是我们前面有讲过，它的顺序也可以对调，但是就是不影响他们的执行结果的情况下，才可以做所有的对调。所以呢，如果之后我们在写程式对循序处理不太能够理解的时候，那我们可以用流程图的方式来画出它的执行先后顺序，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厘清它的一个程式设计的流程。那看完循序处理流程之后啊，第2个当然就是看所谓的选择。那这个是一个选择的处理流程图。
那我们通常选择处理流程图啊，会用一个菱形或者是一个方块来表示它。它有2个执行的方向，所以你看哦，在菱形里面写了一个什么天气预报，那我们用一个问号等于，代表它是一个条件的判断，会下雨。那如果天气预报会下雨，代表条件成立，那我就执行带雨具的这一条路线。那另外一个，如果天气预报他说会出太阳，那就执行另外一个步骤。条件不成立的时候就执行步骤3，或者是这个步骤就是什么戴遮阳帽等等的一个形式。那我们可以画，那接下来我们再下去的时候啊，我们同样都会透过这个所谓的选择处理流程之后，会进行到下一个过程，进行到下一个过程。那我们的戴雨具或者是戴遮阳帽，它不会它也许不一定只有一个步骤，也许会有2个、3个步骤。那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条件成立的时候，它会执行一个循序的步骤，一个循序的一个流程来执行多个指令。那看完我们的选择处理之后啊，我们看最后一个是重复的处理流程图。那重复的处理流程图基本上它就是要有一个执行的次数，或者是一个条件不成立的时候就会离开这一个回圈的执行。那我们以这个来讲的话，这是一个操场跑10圈，操场跑10圈。那在我们的最上面啊，还要多一个次数等于0，所以呢，刚开始我们的次数等于1或者是等于0。那我们的次数小于等于10的时候，如果目前的次数还是小于等于10，那我们就会条件成立，操场跑1圈。那操场跑1圈完之后啊，我们要计算操场跑几圈嘛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把次数加1。那次数加1的话，对不对？如果刚开始我们的次数只是1，操场跑我们次数只是0，那我们的操场跑1圈，它的次数就会变1，所以呢，就会回到我们刚刚所看到的次数小于等于10的一个条件判断。那一直反复的这个条件成立会执行10次之后，那它就会变成次数11了。所以呢，次数11的时候呢，就没有小于等于10，它就会跳到所谓的条件不成立，条件不成立。所以在这里的话，我们的回圈的处理，它的控制就是它的条件到底有没有终止。那条件终止前面有讲过，它有次数或者是依照我们的终止条件来做一个判断。所以呢，你可以看到重复处理的流程图包括了我们刚刚所看到的选择，有没有？一样是一个菱形，它就是个选择嘛，条件成立或者是条件不成立。那我们的条件成立之后，会执行一个循序的动作，操场跑1圈，次数的值加1，然后呢，又回到我们的次数的一个判断的部分。所以我们只要搞懂这3个循序、选择、重复的处理流程，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程式画成这样的一个流程图的形式，好好的来用。那之后我们在讲解我们的程式的时候啊，我们也会用这种流程图的方式来帮助各位理解程式的运作的过程。所以啊，你可以想象我们的程式基本上它就是一个一步一步的来执行。当遇到有判断条件的时候，它就会选择是要执行成立的部分，或者是成立条件不成立的部分，那或者是执行了好几步，然后呢一直这样的重复处理。所以看哦，我们的程式的不管的它的基本3大结构，循序、选择、重复，都不脱离这3种的基本的一个组合的一个设计。